什么？你把3师脑神丹给吃了？是的，大人。如果当时不吃的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如果吃了，就得一辈子留在山寨里效力。我沈梦星落草为寇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唉，还真不能完全怪你。大人，不要听他在这里一派胡言，都是瞎编的。是啊，大人，人证物证都不在，刘大牛也不在眼前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？我沈梦星如果有半句谎话，天打雷劈。你就算发毒誓，也没人相信你。沈大哥，我相信你。这个案子可该怎么判？大人，绝对不能相信这沈梦星说的话。大人，现在不管真相如何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官府已经定了案。如果你放了沈梦星，就是与龙门县知县穆元丰作对。他也是个知县，难道本官还怕他？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他背后有靠山的。神城巡抚田大人。哎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那该怎么判呢？什么？这对沈梦星太不公平了。大人，你要想在官场继续待下去，就必须这么做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行了，就这么办吧。是大人。带下去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！我没有罪，凭什么绑我？臭小子，算你倒了血霉！今天就好好祈祷吧，我怕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什么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话你都听不懂吗？难道你是猪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县太爷已经判你死罪，明日行刑。哈哈哈哈哈！走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没有罪，凭什么要绑我？给我松绑！给我松绑！我说女儿啊，真是急死我了。你到底是看中还是没看中乔三公子啊？人家可等着回话呢。爹，你告诉他吧，我不嫁。你为什么不嫁？爹，那个乔三公子我见过，他哪里都好，可是我心里已经有了别人。是谁？快告诉我，那人是谁？你不说话，我也知道，是那个沈梦星吧？你醒醒吧，他到了龙门县，落草为寇，成了山大王，现在全县都在通缉他，这人一辈子都完了。爹，我求你别再说这些了。我相信沈大哥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你相信他有什么用？现在朝廷都在通缉他，他就是回来，为父也得铁面无私抓他归案。报大人，汪捕头抓到了沈梦星，现在已经押往公堂。什么？爹，沈梦星毕竟是我们县衙的人，押往公堂不太合适。你去告诉汪捕头和骆师爷，把他押到厅外，我要在厅外亲自审问。是。沈梦星，本官问你，我命你押解侵犯刘大牛前去霍山县，为何落草为寇？你这个败类，你太让我们牛山县失望了。大人，请听我说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证据确凿，何谈冤枉？没错，官府的告示都贴出来了，难道官府会冤枉你吗？大人，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请听我解释好吗？人证物证都在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沈梦星，我身为你的顶头上司，真的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。下属遭难，不帮着解释，还落井下石，还说是我的上司，我呸！哪门子的顶头上司？你，大人，你看他现在是一副什么样的德行？像这样的人，
直接打入死了，审都不用审。大人，的确是证据确凿，无谓的审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大人，千万不要听他们两个在这里胡说八道。你若是那样，可就是真的成了糊涂的昏官了。大胆！好你个沈梦星，竟敢辱骂大人！来人，给我找嘴！爹，不要给沈大哥动刑。莹莹，是你。沈大哥，你受苦了。莹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县太爷会替我做主的。沈梦星，别说本官不给你申辩的机会。你押解囚犯刘大牛的途中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给我从实招来。大人，能不能先给我松松绑？这样说话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大人不可，千万不要中了这小子的奸计。正是，他不知要耍什么花招呢。爹，你还是先给沈大哥松绑吧。沈梦星，已经给你松绑了，你快说吧。是大人。那天我押解囚犯刘大牛，途经龙门县，来到一家茶馆。客官，天气这么热，进来歇歇吧。我都走累了。快走！我们都走了整整1天的路了，难道就不能停下来歇歇脚吗？这天都快黑了，如果我们在这里歇脚的话，今天晚上可能会在山林里面睡了。这样的话，又得耽误本捕头1天的行程。我不管，都已经赶了整整1天的路了，再怎么的也得停下来喝杯茶吧。喝水？你就是一个水桶。这位客官，恕小人多句嘴。有位贤人说过，天底下人人平等，就算是囚犯、乞丐，也应该对他们充满爱心。你说的这句话是哪位贤人说的？王二狗。王二狗是谁？区区不才，正是在下。闲人，你可真够闲的，什么闲事你也敢管？坐下。来，客官请。小二，哎，你这里都有什么茶？红茶、绿茶、花茶，您要什么有什么。免费的有吗？白开水免费。好，先来他2碗。痛快！也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水桶。哎，我说客官，差不多可以了吧？白开水您都快喝了18碗，您这是逮着不花钱啊！小二哥，你这话说的就不怎么好听了。什么叫逮着不花钱呢？明明是你白开水烧的好喝嘛。这位客官，您是赶紧走吧，少卿玉罗刹来了，想走都走不了。玉罗刹，也就是这山头的女匪王。对呀，你也听说过，她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。我听说，她是这天底下最丑的女魔头。能有多丑？莫非你见过？我跟她算是有一面之缘吧。都说她武功比较高强，在我面前却稀松平常。那一次差点被我给擒住，关键时刻她拉下她那副面纱，底下全是麻子，当场我就晕了过去，这才被她给逃跑的。真的假的？她有那么丑吗？可不嘛，四四方方的大脸盘子，底下全是麻子。她的腿呀，比大象的还要粗。大象的腿跟她比，那都是细的。最关键的，她还是什么？她还是大龅牙呢。我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满脸麻子、一口龅牙的玉罗刹。女侠饶命啊！女侠饶命！不相干的人，快滚！我只杀官府的狗贼。姑娘，你可看清了，我是囚犯，我跟官府势不两立的。我说女侠，官府的人是怎么得罪你的？
你可不要滥杀无辜啊！官府出兵剿灭我们龙门寨，山寨的人为了保护我和小蝶全部牺牲，这笔债难道我不该和你们算吗？你丈夫莫非就是龙门寨寨主白玉松？你就是压寨夫人玉娘？算你还识相，知道的还挺多。冤枉女侠，那是你们龙门县的事儿，我沈梦欣是牛山县的捕快，跟你们龙门县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啊！少来这套花言巧语，你们官府的人都一样，狼狈为奸。大姐，你说的对。你叫谁大姐？哦，对不起，这位小姐。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，还是不是个爷们儿？我跟你们是一路人，我也通过官府。你看，这要没我的事儿，要不先放我下山吧？好你个刘大牛，你忘了一路上咱俩的约定了吗？谁跟你有约定？别血口喷人了。小姐，你快杀了他！这种官府的人渣，留在世上也是祸害。刘大牛，你给我等着！等着就等着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夫人，要不现在就解决他们俩？哼，把他们都带去山寨。嘿，都说男儿薄情负义啊，我看又是女人比男儿更薄情。我说刘大牛，就你这样的，活该被老婆戴绿帽子。哼，凭什么说我活该被老婆戴绿帽子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下午那股不仗义的劲儿，老子一辈子记得你。不是我说，你是官，我是囚犯，我逃了又怎么了？什么？我说刘大牛啊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这么长时间我陪你风餐露宿的，我容易吗？其实我嘴上没有说，但是在我心里，我早已经把你当兄弟了。沈大捕头，这番话亏你好意思说。我俩又不是朋友，在路上你对我又打又骂，像对待你家牲口一样。现在遇到危险了，你又来拉关系了。你们官府是不是都是这样见风使舵的嘴脸？你吵什么吵？夫人要见你们。跪下！跪下！我本是江南茶商之女18岁那年，随父亲北上京城做生意，结果在龙门山遇到2派土匪火拼，混乱中，父亲被人砍死，我被山寨的人所救，他们将我劫上山，让我做压寨夫人，从寨主到山寨的众兄弟，都很照顾我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可恨龙门县知县穆言峰，他谋我家夫君相救，非但不感恩，反而为了功名利禄，带兵前来剿灭山寨。现在山寨只剩下我和雪蝶2人，我们发誓，一定要杀光官府的狗贼，为众兄弟报仇。我说了，我是牛山县衙的人。你们这些事儿是龙门县衙干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你们官府的人都是一丘之貉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拿命来吧！慢！你又要耍什么花招？自古以来，官府里惩治犯人都要先吃一碗断头饭。我赶了1天的路，一口饭都没吃，我不愿意做一个饿死鬼。那这样说的话，
我也饿了，我比你更饿。你这要求倒也不算过分。雪蝶，去下碗面给他。是，夫人。慢，这是我来到这世上吃的最后一口饭，我要吃点好的，我不要吃面条。哼，那抱歉的很，我自己根本不会下面条。雪蝶还是请人帮忙，才好不容易学会的下面条。在龙门寨，你只能吃这个。你们不会做，他会啊，让他去做。哎，为什么是我呢？你这样好意思吗？你若不照办，我先杀了你。雪蝶，带他去后厨。是。嗯，最好不要耍花样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我又不会武功。快走。给我整2个硬菜，吃好了好上路。你快走吧。哎，你放心啊，菜绝对够硬，包你满意。你们2个在啰嗦什么？这是在告别吗？往哪里跑？不能跑，跑不了了。走。好你个刘大牛，居然跟我玩这种手段！我本打算等你做完饭菜就放你下山，现如今看你跟这个捕快感情这么深，那么你也留下吧。什么？夫人，我当时是上了这个官府狗子的当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他这是临死前拉我垫背啊！夫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不敢了。你还想有以后？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却没有好好珍惜，直到失去才后悔莫及。如果上天再次给你机会，你会说3个字：我不要，对吗？对，啊，不对，夫人饶了我吧，我是无辜的，只要你能放了我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刘大牛，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，让我能看得起一次？不，我不是，我只想活命。夫人，只要你能放了我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很好，雪蝶，夫人，这不会是爆胎遗精丸吧？错，是3尸脑神丹。什么？夫人，你不会是开玩笑的吧？你怕什么？以后我每年都会给你一次解药，只要你肯听话，供我差遣。夫人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，就看你想不想活命。想活命的话，就给我吃下去。好，我吃。你的同伴已经做了选择，狗官，你呢？夫人，谁跟他是同伴？我跟他……闭嘴！我难道还有选择吗？你如果愿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放你下山。夫人，我没听错吧？我现在想通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，先夫若泉下有知，也不会高兴的。夫人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认真的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路有2条：第一，你回官府，继续当你的捕快；第二，你留在山寨，
我们一起打拼天下。好，夫人，我留下。很好，雪蝶。什么？你把3师脑神丹给吃了？是的，大人。如果当时不吃的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如果吃了，就得一辈子留在山寨里效力。我沈梦星落草为寇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唉，还真不能完全怪你。大人，不要听他在这里一派胡言，都是瞎编的。是啊，大人，人证物证都不在，刘大牛也不在眼前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？我沈梦星如果有半句谎话，天打雷劈。你就算发毒誓，也没人相信你。沈大哥，我相信你。这个案子可该怎么判？大人，绝对不能相信这沈梦星说的话。大人，现在不管真相如何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官府已经定了案。如果你放了沈梦星，就是与龙门县知县穆元峰作对。他也是个知县，难道本官还怕他？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他背后有靠山的。神城巡抚田大人。哎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那该怎么判呢？什么？这对沈梦星太不公平了。大人，你要想在官场继续待下去，就必须这么做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行了，就这么办吧。是大人。带下去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！我没有罪，凭什么绑我？臭小子，算你倒了血霉！今天就好好祈祷吧，我怕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什么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话你都听不懂吗？难道你是猪吗？实话告诉你，现在也已经判你死罪，明日行刑。哈哈哈哈哈！走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没有罪，凭什么要绑我？给我松绑！给我松绑！放我出去！爹，爹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沈大哥？这不公平！莹莹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这样做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是我过分还是你们过分？明明知道沈大哥是无辜的，还要给他判死罪。谁叫他得罪了龙门县的穆知县呢？他的靠山，为父惹不起啊！就为了你的官场仕途得意，你就要牺牲沈大哥，对吗？爹，你这么做，我瞧不起你。你娘死得早，为父对你照顾不够啊。莹莹，你知道吗？为父为什么将沈梦星关进后花园，而不是送进大牢？就是为了让你去看他一眼。我知道，真杀了沈梦星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今天午时，我会撤去守卫，你偷偷放走沈梦星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。只是有一点，他是逃犯，你看他一眼之后，以后不允许跟他有任何来往。我已经将你许配给乔三公子，明日成亲。爹，只要你答应放了沈大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也不知道大牛和军师现在怎么样了，还有玉娘和雪蝶，真的好想他们呀。沈大哥，莹莹，是你？
你怎么来了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沈大哥，你还没吃东西吧？来，快尝尝这些。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嗯。怎么，你也要喝酒？沈大哥，今天我想陪你喝一杯。沈大哥，我刚刚听你说军师，你们山寨也有军师吗？你能跟我说说军师的故事吗？好啊，那是有一次，我们山寨的寨主玉娘派我和刘大牛下山请军师。我们龙门寨有你们的加入还远远不够，我们山寨想要立足长久，必须请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。听闻龙门书院的陆凌霄博学多识，通晓五行八卦、奇门遁甲，我想请他来再合适不过。你们两个今日下山，务必将陆凌霄请上山，否则就不用上山来见我，解药也休想拿到。这么多人，我们该怎么行动啊？得仔细想办法才行。玉不穷，不成器，人不学。好好。先生，哎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要喝水。喝水啊？行，快点去啊，一会儿我要上课。有了。我想到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还愣着干啥？快行动啊！啊，是。小朋友，你们是谁啊？你是不是叫小雪啊？你咋知道？我是你沈叔，这是你刘叔，我们呀是你爹的好朋友。沈叔、刘叔。是呀，你这么高的时候，我俩还抱过你呢。叔叔，对不起，那个时候我还小，不记事。这孩子太调皮了。今天晚上我跟你叔叔要去你家吃饭，你现在回家跟你爹说，我们还给他准备了礼物呢。这个呀，你先拿着。这个不是钱吗？叔叔，这就是你所说的见面礼？是呀，这个是专门给你爹带的，要多买点菜。我们今天晚上去你家吃饭。可我还要回去上课呀。上啥课呀？今天晚上吃饭，陆先生也会去的。什么？先生也会去？是呀，你要是回家晚了，陆先生吃不到饭。会罚你写作业的。嗯。就知道会一专，心梦母。哎，停！你就是龙门书院的院长陆凌霄？正是，阁下是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刚才我上街看那个小孩去买东西吃，被人给拐跑了，听说是这里的学生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如果咱们现在追，还来得及。行，我给他们布置作业。都啥时候了还布置作业？快走吧！快走吧！耶，又可以放假了！
你们看清了吗？是往那跑了吧？看清楚了，就是从那边跑过去的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咱回书院搬救兵吧。搬什么救兵啊？书院里哪有什么人？哎呀，我实在不行了，要是再追，除非你们背我。好，大牛，你来背。不背。你背不背？凭什么我背？你忘了30脑神丹了吗？快点！哎呀！背不动了，快点，爷哥就要上山啊！我说你能不能别净说风凉话呀？有能耐你来背啊！紧要关头，我可不愿跟你吵啊！兄台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先生，我看得真的，那个人带着孩子就是从这里上山的。上山？我们也要上山吗？当然了，要不我们俩下山干嘛？不就是为了请你吗？刘大牛，你这个蠢货！你们说什么呢？请我上山？你们是什么人啊？莫先生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也不再隐瞒了。我跟他是龙门寨的2当家和3当家，如今山寨新成立，人手短缺，奉我家寨主之命，请你上山做军师这把交椅。那孩子呢？你们把孩子怎么样了？这点你放心，我们只是给他钱，把他哄回家了。你们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我身为教主先生，岂能落草为寇，自甘堕落？快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我说你别动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摔下去放我下来！哎呀！岂有此理！我是叫你们去把陆先生请上山，瞧你们做的好事。夫人，这你得问刘大牛啊，陆先生是被他给活活扔下山的。什么？刘大牛！夫人，别听他瞎说，是沈墨星他出的馊主意，把陆先生骗出来，结果中途被人家识破，人家死活不改，硬跳下来的。中途识破是怎么识破的？还不是因为你这头猪说漏嘴的。你妈谁是猪呢？谁是猪？你聪明，想出那么馊的主意。我的主意怎么就馊了？反正就是馊主意。够了！你们2个在啰嗦什么？唱双簧唱给谁看呢？吵什么吵？夫人，陆先生醒了，你快过去看看。给我跪好了，等我回头再收拾你们。小蝶，看着他们。是夫人。你别过来！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陆先生，对不起，多有冒犯。你是？我是玉娘，从前是这座山寨的压寨夫人，现如今是山寨的头领。玉娘，头领。你就是玉罗刹？正是。陆先生，都怪我没有事先知会你，一定把你吓到了吧？求你放我下山好吧？陆先生，你不喜欢这里吗？陆某人自有读圣贤之术，孔曰成人，梦曰取义。陆某人这辈子都不会落草为寇，自甘堕落。夫人，你别想了。既然陆先生你不喜欢这里，明早我就派人送你下山。今夜就委屈陆先生在敝处暂住一宿。
夫人说的可是真的？玉娘绝不食言。多谢夫人。你们倒是想想办法，光叹气有什么用？夫人现在一定很郁闷。我不管，天亮之前你们必须想出办法，留下陆凌霄。我说这个陆凌霄真是不知好歹，夫人赏识他，请他上山来做军师，他居然拒绝，真是不知好歹。难道这军师的位置只有他能做吗？听你的意思，你也想当军师？就凭你的智商？我智商怎么了？有毛病吗？没毛病，老铁。666，一头猪也配跟我谈智商？嗯，你骂谁猪呢？你再骂一句试试。我就说你的。都给我闭嘴！再吵下去，我再去跟夫人要3尸脑神丹。叫你们来想办法的，不是斗嘴。你们快想办法！为今之计，只有来一招釜底抽薪。釜底抽薪？釜底抽薪？对，釜底抽薪。可不能乱来。放心好了，我这个计策，夫人肯定喜欢。有劳二位送我下山，有劳了。沈兄，毒酒我来。刘大牛，这你也敢跟我抢？这里面可是断肠草加鹤顶红啊！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不是因为你，我们俩也不会送命。送命？这怎么回事？陆先生，我们上次请你来，确实手段不高明，可是你也不能抓着小辫子不放啊！你要是下了山，我们2个只能活一个。这壶毒酒，我们2个人必须有个人要喝，也就是说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俩只能活一个。竟有这种事？夫人可是亲口答应送我下山的呀！正因为你的固执，所以夫人才会怪罪在我们头上。如果我们俩死了，都是拜你所赐。沈兄，毒酒我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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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我来！你们别争了，我留下。军师，你找我何事啊？现在山寨缺人手，只能麻烦你替我跑一趟，给家里报个平安。为什么是我？干嘛不找沈梦星呢？已经找过他了，他说他有事情脱不开身。狗屁，他能有什么事情？这钱你先拿着花。真的？当然，我绝不食言。军师，你家住哪里？龙门县葵花巷225号陆宅。啊，
好嘞。想不到军师还真够意思，叫我送封家书，还给这么多钱给我。这趟下山我要整2斤牛肉，搞些好酒，喝上一盅。可恶的军师，哼！牛气什么？一个4当家居然吩咐我这个3当家给你送信，真把我当跑腿的了。就算你是军师，又能怎样？要不是3师脑神丹，我早收拾溜了。哼！今有杀妻逃犯刘大牛，身高8尺，年约30，28日在龙门县境内杀死捕坏沈梦溪，有知情者报官，赏银50两。哇，那么多啊！哎，你跟画像上的人有点像。像吗？神经病！想不到老子的命值这么多钱，真恨不得自己把自己卖了，去官府拿这笔钱给老家的妹妹。哎呀！小二，哎，客官，要吃什么？先来点香蕉吧。好嘞。哎，人呢？哎，有没有见到一个女子过来？问你话呢。看你面很熟的感觉。客官，香蕉来了。哎，你刚才的面相跟现在的面相不一样啊。对呀，我越看越觉得有点眼熟。他就是通缉犯刘大牛。官爷，我是冤枉的，你们要找的人就在桌底下。出来！我对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走，给我追！追！快，给我追！前面，站住！快！这边。两条道，到底从哪边跑啊？那边，这边才对呀，那边才是啊！笨蛋，我知道这边要追。
我的病。夫人，请你留下我，别赶我走，被他们抓回去，我会生不如死的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得罪官府呢？我叫婉儿，是村民张大乔的女儿。平日里，我爹上山砍柴，我在家中绣花，父女俩相依为命。今年中元节，我去伯父家探亲，在街上遇到知县穆元福六娘。姑娘叫什么名字啊？民女婉儿。老爷放心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3天时间，越快越好。小的心里有数，交给我吧。记住，不要扰民。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属下明白。知县大人看上你家闺女，那是给你天大的面子，你居然推三阻四，不想活了！官爷，我家婉儿年纪还小，只怕不会侍候知县大人的。而且听闻知县大人居内，我家婉儿要是嫁过去，只怕会受气。放屁！居然敢污蔑知县老爷，信不信抓你去报官？小老儿不敢，小老儿不敢，不敢。窝囊废！限你3日之内交出你闺女，不然的话，你和她一起去坐大牢。走！爹，我不嫁，我死也不嫁。闺女，哪个龟孙想把你嫁给那个糟老头子？可是没有办法，要是得罪了官家，咱们小老百姓没法活呀！爹，咱们逃吧，去别的地方另谋生机。逃？咱们能逃到哪里去？逃到哪儿算呢？阿爹，哪怕是在外头要饭，我也不嫁给那个混蛋。让爹再想想。站住！追！站住！爹，阿爹！官爷，我家婉儿年纪还小，求求你们饶她一条生路吧。死老头，信不信我一刀捅了你？回来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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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这帮畜生！爹今天教你们怎么做人。啊！追！走，快！夫人，这也不能怪我，他身世这么可怜，我不可能见死不救吧？你给我闭嘴！别以为你安的什么心思我不知道。刘大牛，我告诉你，我比谁都更痛恨官府。可问题是，我们现在惹不起。婉儿姑娘身世的确可怜，可我们
也无能为力。夫人，你这样做的话，是不是太绝了些？我主意已定，你们谁都别再劝我。小蝶，在。带婉儿姑娘到校房休息，待她伤调养好了，立刻着沈梦清和刘大牛护送她下山。是，夫人。打扰到你，还望见谅。谈何打扰啊！天气这么冷，你身子还没有好，为什么要出来？一个人在屋里太闷，想出来走走。刚才听公子您的笛声凄婉，似乎您也正在思念某人。我只是出来的久了，有些想念我们牛山县那班捕快兄弟。捕快？你也是官府的人？那是以前的事儿了。我现在沦为山贼，反而更害怕官府。我知道你对官府的人有些偏见，其实官府的人也未必全是坏人，也有好人的。婉儿姑娘，别听他骗。如今这世道，衙门大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再说了，官府的人能有几个好人？好你个刘大牛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婉儿姑娘，我给你披上。婉儿姑娘，我扶你回房休息吧。我说刘大牛啊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婉儿身体已经好多了，我自己走回去就好。好你个牛大牛，尽坏我好事儿！你再拍我一下脑袋试试，人家婉儿姑娘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心里喜欢的是玉娘。谁说我喜欢玉娘？别让我胡说！我来山寨这么多时日，你以为我是瞎子啊？懒得跟你废话。唉。想不到老沈也有不敢承认的事情。感谢你们这些时日的照顾，婉儿今生无以为报，来世愿做牛做马，报答夫人大恩。都是朋友，何须这样客气？我派沈梦欣和刘大牛护送你回家，一路上你要多加保重。阿爹已死，家回不回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。何况官府耳目众多，不如先去别处躲避一下风头吧。现在可有打算？我想先去松江府，去投奔我的舅舅一家。好，我派人送你出关。沈梦欣、刘大牛，你们两个护送婉儿姑娘下山，一路上多加小心。是。婉儿姑娘，请吧。
此处城门戒备森严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切不可动手。我不想再连累任何人，求你们放他俩走，我立刻跟你们回去见穆老爷。此话当真？婉儿若有虚言，愿遭天打雷劈。好，带走。对女孩子温柔一点，刘老爷用的。夫人，我们全力支持你。军师，关于救人，你可有良策？有了。给我往死里打，狠狠的打！这个贱骨头居然敢不伺候老爷，给我打！用力一点！用力打！听闻这龙门县的知县穆元丰出名的惧内，他的原配刘夫人是个有名的河东狮。这刘夫人是个虔诚信佛，每月初8必定会前往城郊法华寺祈福。到时我们在法华寺想办法把这一切告诉刘夫人，不怕她不为我们做主。刘夫人，好久不见，近来穆老爷可好啊？你是？我是城南布庄的老沈啊。上次浙江同江会，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饭呢。怎么，刘夫人你忘了吗？对不起，这样的应酬实在有太多，一时还真想不起来。刘夫人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没什么事，我要先告退了。哎，刘夫人，既然来了，何必着急走呢？今天没心情，改天吧。刘夫人，请留步。放肆！刘夫人，这件事情，保证刘夫人听了，非常感兴趣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事情是这样的。站住！追！站住！爹，爹！官爷，
我家婉儿年纪还小，求求你们饶他一条生路吧。死老头，信不信我一刀捅了你？回来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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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这帮畜生！爷今天教你们怎么做人来！啊！走，快！快！夫人，请喝茶。你知不知道羞耻？夫人，都能做人家爷爷了，还做这种事情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天天去寺庙为你烧香还愿，没想到你背地里竟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，你气死我了！夫人息怒，息怒啊！夫人息怒啊！还不快，赶快把人家姑娘放出来！听见没有？你先松手啊，夫人！岳不能在，快点把人家放出来！什么？快去啊！哎呦，夫人，这下可以松手了吧？啊！你这种人，就该多吃点苦头。哼！哎呦！唉。婉儿姑娘，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一路上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夫人，回去吧。这次若不是你们，我就会死在知县手里。你们的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没齿不忘。这群没人性的东西，早晚不得好死。你身上有伤，一路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夫人，我会的。婉儿贱命一条，何劳夫人费心？别这么说。当初要不是我执意送你下山，害你遭此大难，我心里也后悔死。只是现在彻底得罪官府，你只有尽快离开龙门县，或许才能活命。夫人，你不必多说，婉儿心里明白。天气寒冷，你们快回去吧。婉儿姑娘，我一定要去找你，就算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你。
这府里的家丁、守卫都会撤去，到时候我就放你出去。沈大哥，你能有多远就走多远，这牛山县你就再也不要回来了。放我走，银，难道你不会跟我一起走吗？我爹在这儿，如果我走了，他会难过的。沈大哥，今天也许是我们最后一天了。其实我有好多的话想对你说。沈大哥，我喜欢你。沈大哥，今天我就想把我的身子给你，从今以后咱们就形同陌路，永世不再相见。不要莹莹，跟我走，我沈墨镜向你保证，会给你幸福的。沈大哥，我不能和你一起走。如果我跟你走了，我爹一定会派人把我们抓回去的。沈大哥，其实我也想跟你一起走，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爹，我必须信守承诺。沈大哥，时间到了，你快走吧。莹莹，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？沈大哥，有些时候相见不如不见，也许很快你就会把我给忘记的。莹莹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沈大哥，明天我就要出嫁了，今后你我即便再见，也只能形同路人。沈大哥，在莹莹的心里，我一定会祝福你的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人生自古难两全，沈大哥，这是我的命，我认了。此恩此情，至死不渝。沈大哥，你快走吧。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，毕竟你是信守承诺的，没有跟他一起走。莹莹，为父没有看错你呀。明天女儿就要风风光光的出嫁了。爹，娘亲走得早，以前在这个家都是莹莹陪着你，从此以后就你一个人了。爹，你要多保重身体。王捕头和骆师爷都不是好人，你应该防备他们。女儿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乔三公子，是为父牺牲了你呀。